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咱们要讲的话题就比较诡异了啊，有点恐怖啊，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节目前半部分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有关于房地产的恐怖故事，然后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则要来讲一讲比特币会不会跌破44000，万一破了，又会意味着什么？现在究竟该不该清仓离场？OK， 节目开始之前呢，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转发这个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什么 Twitter 呀、Discord 呀、Facebook 之类的平台，就可以参加抽取本月的大奖 Axie 植物类的蛋。好，咱们先来讲第一个话题。面具人之前讲过，现在中国的新生儿太少，人口负增长就会导致房子没人买，因为没人了，你这个房子卖给谁去呀？对不对？供大于求嘛，是吧？所以呢，给活人卖不出去，那就卖给死人吧。现在国内开始炒作骨灰房了，为此呢，我党还专门弄了很多营销文章来带节奏，说骨灰房以后的潜力有多么多么的好，墓园买墓地不划算了，买骨灰房以后升值空间是杠杠的。我找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特别的长，我在这里呢就不浪费时间了，反正国内正在大肆的转发呢。节目最后呢，我会把这篇文章的链接放到节目下方，你们自己去看看啊。这样给大家说一段这个文章当中的重点话啊，他是这么说的：除了房价上涨之外，最近几年墓地的价格也在节节攀升，特别是在寸土寸金的大城市，土地资源稀缺，居民想要买一块合适的墓地并不容易。有的老人在世时就开始攒钱，为自己死后买墓地而做准备。你说这种行为乌托邦不啊？为啥会攒钱为自己死后买墓地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墓地太贵了。随着社会老龄化的速度加快，城市里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也增加了墓地的需求量，买的人多了，而墓地呢比较特殊，不是说想建就能建的，要政府批准。所以说呢，你们也都明白了，墓地的价位是跟着政府的政策走的，政府不给你批，你这个墓地就弄不出来啊。那政府把控价位肯定就是水涨船高了呀。就拿上海这个城市来说，一块普通的墓地面积只有2到3个平方，售价就能高达10万。要是双穴墓地，价格就会翻倍，若是高端墓地则可以卖到30-40万，甚至比房价都要高出了好几倍。因此呢，也就有人发出了感叹：年轻的时候买不起房，到老了还买不起墓地。一块墓地的使用年限只有20年，如果到期了以后，子孙后代也不去祭拜，不去办手续，没人续费的话，墓地则有可能会被铲平，继续卖给别人。那说白了就是把你先人的祖坟挖出来扔了，然后把这个墓地腾出来卖给有钱人，卖给那些买得起的人。可是房子不一样呀，对不对？房子最起码有70年的使用权限。你看这个房子营销的好不好？把墓穴跟房子划等号了，把活人住的地方跟死人住的地方划等号了。他是这么说的：在郊区买一套几十平米的房子，价格不贵，偏僻的地方30万就能买一套，一个房间存放骨灰，其他的房间还可以用作别处。这也就是很多人买房存放骨灰的主要原因。你们看看，观众朋友们，什么叫做土匪政权呀？人活着的时候，房子给你卖几百万，还只能用70年。这人死了以后买墓地，也只给你用20年。就这还要卖几十万，合着就是活着当房奴，死了以后，你的子孙继续给你当墓地奴。哎呦，真就是层层割韭菜呀！而且，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死人做邻居的这种滋味？这种滋味，这种
现在的中国人想要靠做生意赚钱翻身，那是不可能的了。现在只能是付出劳动力，赚那种只能用来维持生活的钱，剩下的钱全部都会被住房、养老、教育、医疗，甚至是墓地，把你的经济、把你的人生逼到生死边缘。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子孙后代。你死了，你也是你孩子的累赘。否则呢，你就要曝尸荒野，听懂了没？嘿嘿嘿。这样的话，你或者是你的孩子，为了活命，为了祖宗的牌位，他就会去拼命的生产劳动力赚钱呀，对不对？那这个劳动力，他以后也换不来真金白银，换出来的是数字货币。给大家念个数据听一听啊。6月之前，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已经超过132万个，发放了345亿元数字人民币红包。看，这只是6月啊，而且呢，这个钱说白了，连印钞机都不用开，键盘一敲就有了啊，无毛印钱，对不对？而且我告诉你，这个数字都是非常保守的，至少要翻个5倍才是真实数字。而且这是6月之前的数据，现在都几月了？9月马上10月了，对不对？嘿嘿嘿，观众朋友们，你知道在中国你为啥翻不了身过不好不？表面上说呢，就是你挣钱的速度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和政策变化的速度。往深的看呢，就是党不想让你赚钱翻身，因为你赚到钱翻了身了以后，那些权贵们不就得倒霉了？他们的财富就会被你分享，他们的资源就会被你平均。习近平不是说了吗？均贫富。可是你们也都看到了，他只是均了马云、马化腾这种草民出身的富商，他咋不把王岐山、王沪宁和那些红二代们给均了呢？均贫富和你老百姓有啥关系？你们有没有想过？均贫富，我告诉你们啊，是把这些富商的钱均到党的手里，是均给人的。奴才牲口只用吃猪食就够了啊！你们连人都不是，为啥要给你们均钱呢？我告诉你，以后的中国呀，人家当官的孩子生来还是当官的，人家享受的认知资源、教育资源和你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当官的孩子还是当官的，搬砖的孩子还是搬砖的。咱们这一代的草民就侍奉这一代的当官的，咱们下一代的草民就侍奉下一代的当官的，咱们的孩子就侍奉他们的孩子，咱们现在就侍奉咱们的主子。听明白了没？这种日子你们还能受得了吗？受得了吗？不受也得受。现在护照呀、钱呀都给你锁住了，想出国也出不去啊。你现在可能会觉得是和疫情有关系，那面具人我就把话放到这儿了。你们仔细往前看几年啊，已经在疫情之前的几年，有些单位都开始收护照不让出国了。听明白没？以后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啊。总之呢，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啊，你也只有2条路能走：一，想办法赚钱，摆脱这种现状，有钱能使鬼推磨。你想要干啥？出国或者是摆脱命运，你有足够的钱就有可能达成，只不过要看你这个钱有多少，难度越大，钱就需要越多，对吧？或者呢，第二个办法，坐吃等死，努力辛苦的工作，挣那点只能维持你活命的钱，并且呢，你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都要接受这种奴才教育的洗脑，世代为奴。不管你是在大陆、台湾、香港，仔细的审视一下你们现在的社会教育资源，看看贵族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认知资源，草民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认知资源。医疗、教育、媒体全部都被贵族控制着呢啊！包括商业呀、什么政策呀、店铺呀，知道吗？你别说你手里面有没有什么选票，我说到这儿，可能台湾人会觉得，我有选票，我牛逼。
实际上呢，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傻逼啊。选票咋了嘛？选票能保证你不被那些想要选票的人而欺骗吗？选票能保证你控制得了媒体吗？啊，选票能保证得了你控制军队、互联网、大数据吗？能吗？哎，观众朋友们，如果你是选择刚才的1号方案，有钱改变命运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金融市场啊。这几天妖风阵阵呀，各种理论都出来了，有的说是加密货币要完了，整个市场要死了，要崩盘了，有的还说的是国家要废除加密货币了，各种各样的政策都出来了，各国联合封杀加密货币。来看这张图，这几天开始盛传那个14号要打击加密货币市场啊，要严惩 OTC。这个 OTC 的意思就是场外交易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不在线上交易，或者是通过线上的某些平台之外的一些地带去进行交易。这是一个，还有更夸张的呢，看这个图，要清退涉及虚拟货币相关的企业，全部都要清退。面具人，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倒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中国能赚钱的企业基本上都被清退了，由共产党直营了，对吧？上交给国家了，是不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消息啊，大概率和砸盘的关系不大。很多人就觉得这种消息就对比特币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利空。那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啊，这种消息啊，在14号之前要砸盘了，要政策性的这个封锁比特币了，封锁场外交易了，封锁相关企业了，这种消息啊，目前呢在国内疯传还不被封号。这种现象呢，首先是上面允许的，然后呢就是国内的交易所肯定也会配合这个现象。这种消息出来了以后呢，局部来看啊，至少中文圈大家肯定还会觉得14号要大空了，大跌了，是不是？好，那我为了赚钱，我可以重仓开合约挂空单，空下去死了算了，对不对？刚好合约密集的区域就是中文区，那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懂的，那就是嘣嘣嘣。我之前说过，散户们没有拉盘砸盘的能力，只有交易所这种拥有大量用户手里面的币的交易所，他们才可以砸盘。给大家解释一个逻辑啊，那就是你在交易所里面买的币，在提现之前你都不算持有币，你的钱包里面看到的只是一串数字而已，你的币、你的钱都在交易所手里，懂了没？他们是可以操作你的币和钱的，而且呢，他们是稳赚的，因为他们有大数据。这就跟支付宝是一个套路，能听懂吧？只有在你提现的时候，区块链上才会生成转币的地址，这个钱才会到你的链条上。也就是说，交易所可以利用这些没有提币人的钱去拉盘和砸盘、控盘。而且真的要砸盘了，还会提前放出消息给你吗？让你去做空赚钱吗？真要砸盘，直接就砸了，还会给你跑路的时间吗？其实币圈就是反人性的，各位只要不是玩合约的，在这2天时间抓到低位，尝试性的建仓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咱们再来从大环境看啊，距离拜登印钱也就仅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了。虽说人性都是贪婪的，庄家们还是会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爆冷撸一些钱。可是大家也可以想一下啊，这种钱还能撸几次呢？总不能说是为了撸钱把市场给砸毁了，断了以后的路了吧，对不对？ OK， 距离我说的半个月之后，很难看到5万以下的比特币，还剩8天时间就能验证了啊。
面具人我不像那些骗子博主啊，讲话都是有套路的。哎，什么有可能涨也有可能跌，什么箱体趋势呀、2B 趋势呀，这个威尔斯科夫理论呀，然后嘞就给你下套。哎，最后呢再满嘴胡言乱语的马后炮。什么叫做马后炮啊？什么叫做 PUA 啊？什么叫做骗术啊？面具人，我给你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看啊，我一天出一个节目，对吧？一个月30个节目，我在这30天内可以说涨，也可以说跌，至少啊，我有15次涨跌筛选的机会。然后嘞，到以后的几天出现行情了以后，涨了，我就可以把我之前的说涨的节目拿出来，你看我说的准不准？跌了，我也可以从我之前的30个节目里面筛选出来一个节目说，你看我说的跌的，我前几天说过了，准不准？懂了吧？所以说呢，面具人我一般下定论啊，就下的比较明确，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对吧？我认了啊，而且呢，我是持有现货，对吧？现货又不会存在造成什么不可挽回的损失，只要这个市场还在，对不对啊？就像我几个月之前我就看准这个 GameFi 领域 Axie 呀这些游玩领域的，对吧？我就说我玩它，我就说它好，对不对？我从来没有说过它是什么山寨币呀啥的。事实也验证了，面具人我也享受到了 Axie 这一场传奇盛宴，挣到了几百万了，对吧？而且我买塞拉的盒子，你们也看到了啊，买了300多万人民币呀！你们可以去翻一翻我之前的节目，我的截图，我的社区里面都有，对吧？实在不行，你也可以去问塞拉的官方，我面具人是不是有他300万人民币的货啊？这东西能撒谎啊？那些骗子博主呀，给你们下好套了以后，再搞什么马后炮，然后赚什么推广链接、2维码的钱，然后嘞再煽动你去，今天多了，明天空了，让你频繁交易。为啥呀？因为你交易的越频繁，是不是手续费就越多？那么他赚钱的，赚到你的交易手续费也就越多。你爆仓的越多，他赚的提成也就越高，懂了没？混社会连这点脑子都没有，你还咋混嘛？人与人之间都是有利益关系的，他和你又不是亲戚，又不是兄弟，又不是朋友，萍水相逢的，对吧？他凭啥做一个伟大的人，天天带你赚钱呢？这些博主们和你们的利益关系就在这儿，对吧？面具人我和你们也有利益关系，其实有利益关系你不要怕，互利共赢，你付出金钱得到了你该得到的，比如产品、知识、服务之类的，也算值得了，对吧？就像面具人我给你服务，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我的看法，分享我自己这几十年来积累的市场经验、政治经验。那这些我为了学习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也挨到了不少刀子和镰刀啊！我吃了不少亏，总结出来的这点经验，我不能卖点钱吗？我可以靠这个挣钱吧？甚至我现在连这种钱都不想挣了。你们也都可以看到，我现在更新节目都是2-3天才更新一个。我可以保证，你们在面具人我身上所花费的精力，是我自己交的那些学费，我受到的刀砍的1/1000。听懂了没？这是我拿血泪总结出来的经验分享给你们的啊，所以说互利共赢，能得到这种互换也算是值得了。关键是这些骗子博主他们是骗呀，他做节目干啥啊？他让你搞什么2维码链接是干啥？对不对？难道他真的是一个伟大无私奉献的人？你信吗？就跟我告诉你，习近平、王岐山是为人民服务，是伟大的救星，你信吗？他们不需要赚钱了，不养家了，天天在这做视频给你画 K 线啊！他在这做视频画 K 线了，他吃啥啊？他说他不挣你钱，你信吗？
就当个伟人帮你赚钱啊！就这还吹牛逼说自己几百亿的身价，在美国有10几套房子，然后呢，还要让你跪到地上给他叫大人叫爸爸，就干这种事儿啊！有几百亿身家的人去搞什么推广2维码链接，在面具人我眼里啊，就我原来10几年前在大陆的时候，就那一个月1500块钱、2000块钱工资的人去搞什么地推分享2维码呀这些事儿，知道不？丢人不？真有几百亿身家的人会赚这种钱，笑死我了啊！好，咱们继续说正题啊。接下来我依然建议大家不要轻易看空，不要轻易割肉，除非你觉得你要急用钱了，或者是你实在是无法承受这些个亏损了，那你割肉，这是人之常情，对吧？可是你也要明白，整个市场现在还未清晰，你把这点亏损割掉了，你就没有回旋余地了，更别说以后的盈利了，对吧？因为目前来看，整个市场没有废掉，没有要崩盘的任何的实质支撑，对不对？而且在这里呀，我依然不建议大家玩比特币，因为比特币的倍率低，控盘度太高，所以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玩 XA、香蕉币、蛋糕币这种能转嫁风险的币。你们甭看现在香蕉币跌了，可是呢，我已经持有它有2个月了啊。香蕉币现在的这个跌幅，我是没有任何亏损的，听懂了没？然后呢，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羊驼金融，也是我之前带会员布局的一个项目啊。不过我只是分享我的会员战绩啊，我并不是建议你们入啊。这个羊驼金融和我推的海豹哥有联动，而且呢，这个平台可以直接质押你的闲置 BNB、BUSDT、USDT。这个羊驼金融仅仅是作为面具人和我会员群里面会员的一个案例展示啊，并不形成任何的投资建议。你如果硬要问我的话，我建议你不要投，观望。总之呢，接下来的投资重点领域肯定是 GameFi 和 DeFi 金融这类有实用性质的领域，尤其是 Axie 的宝箱，就像那个土地盒子，当时才卖多少钱啊？一个以太坊开一个最高级别的箱子，绝对能开出来这个神秘领域的土地。现在一个神秘领域的土地卖50个以太坊、40个以太坊，而且呢，之前的以太坊更便宜，对吧？像现在 Synergy of Sarah 这个盒子呢，马上就要上 OpenSea 了，对吧？别说上 OpenSea 了，就现在萨拉的盒子在民间交换都已经翻了4、5倍了。你们要是有不信的，可以去官方的 Discord 的中文区里面去问一问价，去交易一下，就知道现在塞拉的盒子一个是卖多少钱了。那不管是 Axie 还是塞拉，这2个项目都是面具人我经手做的，对吧？我说的这个做，并不是说这个游戏是我做的我说的是我负责推广的，对吧？那如果说这2个项目你们没跟上，无所谓，没跟上就没跟上，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面具人我的口头禅，赚钱的机会多得去了啊！面具人我这里面还有几个游戏呢，但是呢，现在还没到时机我现在还未被允许要公布。那我现在确实因为你们也懂的，我也受到一些限制的会我要是提前暴露了一些消息的话，我这边会被人家告到死的啊。那面具人我有这方面的一手消息，我也会优先在会员群里面公布的，对吧？那好，如果有想要加入面具人的会员群组的观众，请下载 Telegram， 添加我的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OK， 剩下的话咱们群里面再聊，拜拜，祝你好运。